欢迎收听华瑞投影观点。大家好，很高兴能和您一起深入探讨市场的核心趋势。大家现在一聊到 AI 满脑子可能都是辉达的超强 GPU， 对吧？但其实我们今天要注意一个常被忽略但极度关键的问题。今天我们要来解读由高盛和摩根大通撰写的报告。这份报告直接揭开了网通巨头博通的惊人底牌。没错，就是博通。其实，当成千上万颗昂贵的 GPU 被塞进数据中心的时候，你想嘛，他们彼此之间到底要怎么连线、怎么对话，才不会让庞大的数据塞车？这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。对，如果把 AI 数据传输比喻成一条高速公路的话，博通几乎就是这条路上的无敌收费站了。这份报告里最惊人的数据是，博通单季营收直接冲上2222亿美元，然后那个 AI 半导体业务更是暴增了143%。哇，暴增143%，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市场信号。而且您知道吗？支撑这个庞大营收规模的是高达77.1%的超高毛利率。等一下，77.1%，在硬体制造界，这个毛利率也太夸张了吧？是非常夸张。这个数字直接证明了博通拥有极强的定价权。也就是说，云端巨头们在采购 AI 基础设施的时候，首要考量是赶快解决频宽瓶颈。根本不是在价格上妥协，这点很重要。这里必须跟您解释一下，为什么 GPU 之间需要这么夸张的连线能力。您先想象一下，假设有10万个天才大脑，也就是 GPU， 被关在同一个房间里解题。大家一起算数学的概念。对，但如果他们互相传递纸条的速度太慢，那每个大脑算得再快也没用啊。博通的战俘系列这种交换晶片，就是负责精准分发这些纸条的超级总机。这个比喻很贴切。而且我们看摩根大通的分析板块，这份报告显示，博通在这个交换晶片市场已经拿下了大约70%的无敌市占率。70%，这几乎是垄断了吧？他们到底是怎么维持这种压倒性优势的？这背后的底层逻辑在于他们极致的技术代差。博通其实一直坚持着一种2年一代性能翻倍的类摩尔定律节奏，也就是说，对手根本追不上他们更新的速度喽。没错，目前市场上多数竞争者其实还在苦苦追赶现有战斧5晶片的 51.2T 吞吐量，这个数字代表的目前每秒处理海量数据的硬体极限了。那博通现在在做什么？他们已经准备量产基于3奈米工艺的战斧6了，透过制程微缩，在同一颗晶片塞入更多电晶体，让吞吐量直接翻倍，来到102T， 甚至呢2奈米的战斧7都已经在规划中了。我的天呐！透过不断把技术天花板拉高，让对手永远看不到车尾灯。不过这里我就产生了一个疑问了。您说，既然这份报告显示博通的技术与市占率如此无懈可击，为什么高盛却分析财报公布后股价反而可能面临修正？这在逻辑上好像有点说不通啊。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犀利的反问，也是个很好的切入点。高盛板块的逻辑其实在于资本市场的资金博弈，还有焦点转移，这跟公司的基本面没有绝对的关系。所以是因为市场预期已经太满了吗？完全正确。在财报公布前，市场预期就处于极端拥挤区了。虽然博通给出2026年的指引非常亮眼，但在最细微的边际上，还是微幅低于华尔街最疯狂的那种预期。了解，所以这就给了资金一个短期获利了结的借口，对吧？那接下来的电话会议，市场会紧盯哪些重点呢？主要会聚焦3大焦点。第一个是营收目标的最新修订，再来是客制化晶片的实质进展，最后就是未来的利润率变化。原来如此，所以短期的股价震荡其实只是在清洗过高的估值预期。但如果我们回归实体层面，在无底的收费站也是会有硬体制造极限的吧？对，这也是这份报告特别点出的潜在隐忧，尤其是在3奈米与2奈米先进封装的良率瓶颈上。您要知道，这类交换晶片的面积非常巨大。也就是说，只要封装过程中边角出现一点点微小的瑕疵，整颗超级昂贵的晶片就会直接报废。没错，
这绝对是拖累排货进度的一个重大实体风险。而且除了解决制造端的挑战，这份报告也提醒我们，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长期商业风险。长期商业风险，您是指微软那些云端巨头吗？是的，目前这些超大型云端巨头虽然高度依赖博通主导的以太网标准，但出于对自身生态安全的考量，未来极有可能强推自家的专属网络协定。哇，这对博通目前的霸主地位来说，确实会是一股潜在的颠覆力量。如果巨头们不买单，收费站就收不到钱了。对，所以总结来说，这份报告暗示着全球 AI 投资已经从单纯的算力争夺，进入了网络频宽重塑的下半场。短期估值的拉锯，反而为具备技术壁垒的巨头提供了防御的安全边际。真的建议您未来可以密切追踪战斧6芯片的实际出货斜率。当这条 AI 数据高速公路的车流量越来越大，未来的云端巨头们是会乖乖继续缴过路费，还是干脆自己挖一条全新的专属隧道来彻底避开收费站？这绝对值得您持续探索。确实是非常值得思考的未来趋势。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摘要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欢迎追踪华瑞。如果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，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，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。警语：本报告提供的资讯仅供参考，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或买卖操作的推荐。